如果有人愿意出价买你的朋友，你会开多少价？这听起来很荒谬，但在历史上真的有人为了30块银子把跟了3年的老师出卖了。而更震撼的是，那一晚大家还一起吃饭，气氛温馨，灯火摇曳，饼与杯摆在桌上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：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空气瞬间凝结。前一段有女人打破极贵的香膏，价值约300银币。这一段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，他问：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？他们给了他30块银子。300对30，一边是全然奉献，一边是精准标价。30块银子在旧约出埃及记21章32节是奴仆被伤的赔偿价。换句话说，他用奴仆的价格卖了主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注意这句找机会，背叛不是一瞬间，是酝酿。逾越节到了，耶稣问门徒，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的宴席？耶稣指示他们去城里某人那里，说：我的时候快到了。我的时候不是意外，不是失控，他知道。逾越节是纪念羔羊血使死亡越过，此刻真正的羔羊正坐在桌旁，历史的意义在这一餐汇聚。晚上，耶稣与12门徒坐席，坐席在当时是亲密象征，一起吃饭是接纳与关系。就在这样温暖的场景中，他说：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不是外人，不是仇敌，你们中间。有时最深的伤来自最近的人。门徒就甚忧虑，一个一个问：主，是我吗？这句话很重要，没有人说一定是彼得，肯定是那个谁。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自省。真正跟随主的人，听到警告时，不是指责别人，是检查自己。耶稣说：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。在犹太文化中，同盘象征亲密，背叛发生在亲密之中。他接着说：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。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神的计划会成就，但人仍要为选择负责。预定与责任在这里并行。犹大问：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：你说的是。没有公开点名，没有揭发，只是平静回应。那一刻的沉默比雷声更重。犹大坐在光中，心却已在黑暗。这段经文充满对比，300银币的爱对比30银子的出卖，打破玉瓶对比精算价码，无名女子的奉献对比12门徒之一的背叛。最令人震撼的是，犹大不是局外人，他听过讲道，看过神迹，分派过饼，却仍然选择出卖。信仰的危机往往不是无知，是心转移。我们也可能坐在聚会里唱着诗歌，口里称主，但内心其实已经在盘算30块银子未必是金钱，可能是面子、利益、地位、关系，任何你觉得比主更重要的东西，都可能成为你的银子。门徒问：是我吗？这问题值得常问，不是自责，是谦卑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偏离，真正危险的不是软弱，是自以为不会。那一夜，桌上有饼，有杯，有沉默，有人准备舍命，有人准备卖主。历史记住了30块银子，但更记住，耶稣早就知道，却仍然同桌。问题不是他知不知道，而是当他说：你们中间有一个，你敢不敢问主，是我吗？